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苗栗县潭文车站。我们今天造访海线五宝。所谓的海线五宝，就是台湾纵贯铁路海线的5座日本时代的木造车站，分别是潭文、大山、新浦、日南、追分。这5座车站我以前都曾经分别造访过。那今天就搭火车旅行，沿途造访这5座车站。那我们现在就等8点36分的火车从潭文车站出发。潭文车站目前是正在整修中，所以只能站在月台这边，从远处欣赏潭文车站。8点36分的火车进站了，我们只搭1站，下一站就是大山车站。下山段山卡，呢度。我们抵达大山了，不过这一站我们只能停留15分钟，所以赶快出站。大山车站，这是海线5宝之一的大山车站。今天高温炎热。好在是搭火车旅行，火车进站了。后龙车站。下一站，龙岗。奥吉山，北山墩。下一站就是新浦了。我们抵达新浦车站。这也是百年车站，102岁了。我们预定在新浦停留1个小时，造访附近的秋茂园，大约步行200公尺左右。秋茂园，侧门没有开放。秋茂园是由旅日侨胞黄秋茂博士所兴建的，他是为了感念母亲，还有怀念幼时贫穷的苦境，所以后来事业有成的时候，在台湾新建了2座秋茂园，是免费开放给游客自由进入参观。这2座秋茂园大概是在民国64年到民国65年完成的，在通霄还有台南。不过目前就只剩下通霄这一处秋茂园还存在。在民国64年左右，那时候台湾的游乐园非常的少，而且几乎都是要收费的，所以秋茂园完工之后，一度是很热门的学校郊游远足的地点。前面的圆形建筑上面的雕像是黄秋茂背母像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秋茂园后来已经算是一个落寞的景点了。不过仍然是一个免费的景点。秋茂园的另外一侧，人们可以衔接滨海步道，对面就是新浦的海堤步道。前面这里有一只大牛。回到新浦车站了。新浦车站这里有海线铁道的简介。台湾纵贯铁路是在1908年通车，不过到1917年的时候，因为整个铁路的运输量已经没有办法符合当时的需求，
所以在1917年发生滞货事件，就是很多货物都堆在火车站，而没办法及时运送。所以会这样子，是因为纵贯铁路16份，就现在的圣心车站旧山线，这里的坡度非常的陡，所以火车必须减少车厢，才能顺利的运转。所以台湾总督府就在1919年决定兴建海线铁路。海线铁路完成以后，纵贯铁路其实是指海线，那山线这段就改称台中线。尤其是在1935年发生关刀山大地震，整个山线停驶了3年。当时海线就成为台湾纵贯铁路唯一的干线。现在唯一能够见证海线铁道100年历史的，就是海线五堡。5座当时1922年完工的木造日式车站。海线五堡的下一堡，日南站就在台中市大甲区了。下一站，日南。日南车站前面就有 U-Bike， 我老婆要骑去 Seven 帮我买一杯冰咖啡，我就在车站附近逛逛。我们待会预定搭11点36分的火车，所以大约还有1个小时可以逛逛日南车站附近的景点。这附近有一条孟村做客步道，孟村健康步道，走往日南慈德宫500公尺。从这里进入孟村做客步道，沿途有不少老房子，仓库已经荒废，变成树屋了。大甲溪北客家族群故事墙。我现在往回走了，我老婆说冰咖啡快融化了。回到车站了，冰咖啡赞。虽然天气炎热高温，不过我觉得搭火车旅行相对来讲轻松许多，因为稍微觉得热的时候就要搭火车吹冷气了。日南车站又有米仓驿站之称。海线5堡明早堡4堡了，剩下最后1堡是追分车站。不过从这里出发，还要经过6站。大甲、台中港、清水、沙鹿、龙井、大肚，才会抵达追分车站。下一站，大甲。下一站清水。
沙鹿车站，刷拉。哦，这一站乘客蛮多的。列车在这边暂时停留，等候会车。龙井车站。 奥吉山、大道、下一站追分。我们抵达追分车站。 这是海线五堡最有名的一座车站——追分车站。追分车站，追分成功，就盖山海恋情，一世情，一世缘。我是在34年前。 追分成功，追分车站这里有很多的祈福卡，大概每逢考试前，都会很多学子来这边买追分成功的车票。现在大约中午12点半，我们花了4个小时。 完成海线五堡的行程。追分车站，追分源于日文 “oiwake”， 是指分歧的意思，就是铁道在这边的一个分叉点。日本总共有7座追分车站。 所以追分这个站名也算是常见的站名。前面的建筑应该是追分车站的仓库。旁边这里有一座小公园。我们在追分车站大约可以停留将近1个小时。我老婆先去找吃的，我在公园散散步。 我老婆买午餐回来了，那我们就在这边享用午餐，然后搭1点多的火车回到唐文车站。我的车子停在那边。今天半日游，造访海线五堡，我觉得蛮轻松的。虽然跨越苗栗、台中市，但是因为搭火车的关系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火车里面享受清凉的冷气。 那我们今天的海线五堡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